这是最危险的政治运动。在外有日军虎视眈眈，内有国民党伺机而动的情况下，毛主席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，发起整风运动，摒弃教条主义，重塑党内80万党员的思想。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，日军把60%以上的兵力压在解放区，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，烧杀抢掠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国民党也开始趁火打劫，发动皖南事变，新四军9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。苏联签了中立条约，援助说断就断，中国共产党一下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。按常理，这种时候应该全力对外，集中一切力量打鬼子才对。但毛泽东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，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，向党内的错误思想开刀。大敌当前，自己人先开批斗会，所有人都不理解，但毛泽东却看得通透。80万党员看起来不少，但90%以上都是抗战后入党的新人，农民、学生、小商贩什么出身都有，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，对革命道路更是稀里糊涂。这样的队伍，人再多也是一盘散沙。更要命的是，党内还有很多人思想固化，秉承着教条主义做事。关于教条主义，毛泽东打过一个比方，就好像妇女生娃娃，7个月就硬要催出来，这就是左；到了9个月还不让出来，这就是右。而教条主义就是不管怀了几个月，一律照着标准的月份来生。王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张口共产国际，闭口斯大林同志，把苏联经验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第5次反围剿的时候，他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阵地战术，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正规战。结果不仅根据地丢了，军队都快打没了，红军从8万多人打到只剩3万，被迫踏上了长征。遵义会议上，王明虽然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，但教条主义思想还影响着很多人。由于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带着这支队伍走出绝境，根本顾不上纠正战士们的思想。等红军刚站稳脚跟，全面抗战又爆发了，这事被一拖再拖，一直到1941年，党员人数从4万暴涨到80万，整整翻了20倍。毛泽东意识到这事不能再拖了，因为这些新党员的思想教育全被教条主义的人带跑偏了，把言必称希腊那一套当成了正宗的马克思主义。军事院校里教哲学的不讲中国革命的实际逻辑，教经济学的绝口不提中国的经济特点，教政治学的满嘴都是苏联经验，教军事学的讲的全是欧洲战场那一套，抛开事实不谈，只讲外国经验，培养出来的队伍怎么可能打胜仗？怎么在日军和国民党的夹击下存活？所以必须从思想上入手，让每一个党员都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。那么整风运动要如何展开，又将给中国革命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？请进入主页观看下集。